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看一下有关情感的一个问题这个情感呢，主要针对的是爱情，不是针对友情或者是亲情的。现在请大家在心里面默念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通过塔罗来看一下你跟这个人未来感情发展的走向是怎样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到底有多深，这段关系对于你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对方现在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话。那好的，现在我们先来进行一个选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出领取好运，或者是将对方名字缩写打在评论区进行一个能量的链接。那从3组选牌当中呢，选择一组你感应最强的，从左到右依次是第1组、第2组、第3组。牌卡本身没有任何的含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进行一个选择。好的，现在请大家深呼吸，放轻松，我们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选择第1组的小伙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到底有多深。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信息的对应一下你们双方的信息。如果说能够有所对应的话，那就是大家的选组；如果说对应不到的话，大家可以退出去重新做一个选择。首先呢，两个人的星盘中有双子座、金牛座还有天蝎座的信息。这3张牌具有非常强的两面性啊。你们当中有人外在表现和真实的自己是非常不一样的，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是2种非常非常不同的人。圣杯3，它的逆位代表着社交能力强，但是呢，多数只是指那种表面上的合群，看上去好像在一个群体里混得如鱼得水的，但是自己的内心时常也会感到非常的孤独，难以跟别人建立深刻的链接。这个就是你们表里不一的一种体现。然后这个圣杯3的逆位呢，它注重精神上面的交流和新鲜感，爱情上面容易一见钟情，然后在恋情初期的时候也非常的投入，但慢慢的到了后期呢，又会比较容易进入到冷淡的情绪当中，就是可能会有一点3分钟热度这样的印象吧。但是后面这个星币7，它的正位又说明这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踏实稳重，做事有耐心。这跟前面这个圣杯3的逆位的能量又是相反的，所以这一组就是反差会比较大。可能是对应到你们工作和爱情的2种不一样的态度啊。工作上面认真谨慎，爱情上面呢向往自由。又或者是你们会容易被外貌吸引，就是容易一见钟情嘛。但是呢，一见钟情之后，你又希望爱情是能够建立在稳定的物质基础上的，你们期待长久的感情，同时呢，也愿意努力去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们可能希望有一个长得好看的、一见钟情的、合眼缘的，但是同时又能够长长久久的恋人。另外呢，这也可能是对应到就是你和这个人你们2个人有2种不同的爱情观。一方是务实主义者，表达方式比较含蓄，不擅长甜言蜜语，通常会通过行动来表达爱意。那另一方就恰恰相反，在感情当中会非常的直接的表达爱意，喜欢亲密的动作、亲密的行为，也讨厌关系当中的限制。那最后这个圣杯5的正位，这个说明2个人当中有人外表冷静内敛，内心却热情似火，就是外冷内热。这也是一个具有反差感的一个信息啊。或者就是对外表现的意志坚定，非常的强大，但实际内心上呢很敏感，在爱情当中也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可能占有欲强，嫉妒心强。你跟所想这个人可能曾经是朋友，又或者是你们将来呢会回到朋友的关系，
就是你们两个人终究会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的，但是又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要么就是没在一起但是暧昧不清的朋友，要么就是分手之后回到朋友位置，但是又没有像以前那么相处的这样的朋友，总之就不是单纯的朋友。然后这个圣杯五的正位它还有未放下的遗憾这样的意义，所以表示现阶段两个人当中有人在后悔吵架，后悔分手，或者是后悔自己的懦弱，不敢表白，不敢公开你们的关系，也可能就是后悔做出了一些行为伤害了你，伤害了这段关系。这3张牌看上去目前状态，可能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在等，然后一个在后悔，就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行动啊。那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未来的情感将如何发展。首先两个人的感情链接一直都在，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回忆，或者是有前世的姻缘缘分。圣杯6这个牌的牌意就是怀旧、童年的安全感，以及灵魂层面的这种熟悉的感觉。这个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根基是非常深的，身边有很多你们熟悉的家人朋友，你们两个人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就是说即使说分手了分开了，可能也会因为某些原因重新再见面，又或者哪怕现在关系矛盾有距离，但是这份余情未了或者是命中注定的感觉也会一直牵引着你们。那后面这个权杖6的正位则是一张表示胜利的牌，在感情当中呢，通常就是意味着抱得美人归的一个积极的信号。而且后面紧跟着是一个圣杯1的正位，圣杯1它就代表新的感情的开始，真心的流露，爱意的流动。所以你跟这个人如果没有在一起，这是一个新人的话，那你们两个人非常有可能在一起。无论是圣杯1的开启还是权杖6的胜利，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如果说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现在已经分开了，那很有可能再续前缘啊，破镜重圆，重新走到一起，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强的一个回忆的链接。而且这个圣杯1的能量很纯粹，代表着非常干净纯粹的爱意，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很爱彼此。如果现在是一个分开的状态的话，那两个人仍然很相爱啊，可能是确实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抵不住这个浓烈的爱意，还是抵不住想要靠近彼此的这个心。那后面有圣杯9的逆位和权杖骑士的逆位，这两张牌其实是指向你们两个人在未来关系发展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一个是情绪不稳定，另一个是行为混乱。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敏感多疑，嫉妒心强，或者是太在乎太依赖。圣杯9的逆位就代表情绪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一方没有给到对方及时的陪伴，没有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只是一味的在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和稳定，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互动和陪伴。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一方确实比较作啊，既要又要的，因为自己敏感多疑，所以需要不停的跟对方确认对方非常非常爱自己才行。这个是你们未来感情发展当中的一个阻碍。那还有一个就是行为混乱，这个就是指你们两个人在感情当中可能就是说的多做的少。两个人想要一块去旅游，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做那件事情，但最后呢可能都因为工作的原因耽搁了。又或者是这个行动力混乱是指向感情当中容易冲动行事，冲动的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行为，爽完之后呢又开始后悔。不过第一组小伙伴不要害怕，感情当中有问题是很正常的嘛，那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从牌面来看，两个人的感情发展还是非常的积极正向的。短期之内，半年之内很有可能跟这个人走到一起啊。那从长期来看的话，这段关系能否稳定发展，还是要看你们两个人彼此对于感情的看法以及能否一起努力去跨越这些障碍。那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缘分到底有多深厚啊。
chemistry 化学反应。There's a strong magic attraction here 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啊。还有一个是 deception Someone is wearing a false self mask in this relationship 欺骗，有人戴着面具。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张化学反应，你和他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浪漫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灵魂层面的，不是说随便遇到一个人就能产生的。身边就有你们共同的回忆，共同的人生经历，又或者是你们有非常强烈的灵魂上的羁绊。你们之所以相遇相爱，之所以会对彼此如此的执着，可能就是来源于你们这个灵魂深处的相互的吸引。那后面这张牌呢，则是说明两个人当中没有人说真话，这个不是指恶意的谎言啊，而是指有人没有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说了一些违心的话，或者是刻意的隐瞒了对彼此的真实的看法。这种隐藏真实自我的行为呢，可能会给你们两个人之间造成误会，你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彼此的心意，只能在不断的猜测试探当中去消耗彼此的缘分和爱意。这两张牌放在一起，就是想要提醒各位，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很深很深，但是如果你们一直隐藏真实的自己，不说真话，不展示自己真实的想法的话，那即使再深的缘分也可能会变成深深的遗憾。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对于你们而言有怎样的意义啊？ Trust 信任信赖，还有一个是 friendship 友谊。这段关系给你的第一个人生成长课题就是要学会信任，相信自己，同时也相信对方。感情当中不要太敏感，要对自己有自信，也要对伴侣有自信，信任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这段感情可能会教会你的东西。那后面这个是友谊，就说明你和他可能不仅仅只是简单恋人这样的关系，这个可能跟大家前面的这个现状也是有联系的。一方面说明你们两个人确确实实可能是由这个朋友关系转化而来的，也可能是指向两个人的相处最终呢会像朋友一样简单自然。无论你们两个人最终走到哪一步啊，这段感情到最后都会让你们明白，真正的亲密关系走到最后呢，最好的一种模式可能就是做朋友，像朋友一样相处，像朋友那样相互理解信任的同时呢，又保有一定的空间和边界感。甚至感情到了最后，你们有可能会选择跟这个人重新回到朋友的身份，因为你们觉得做朋友要比做恋人更长久。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现在想要对你们说的话是什么。第一个是 How could you ever forgive the mess I have made？ 你怎么可能原谅我造成的一切的混乱？这个人他非常的愧疚害怕，或许他之前的行为给你带来了伤害，让你们现在的关系变得一团糟。他在心里是有自责的，他觉得自己把事情好像搞砸了，但是他也不敢来找你，不敢跟你道歉。你就是心里觉得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很多的错事，你不可能原谅我了，你怎么可能原谅我呢？那下面一个是 Why do I deserve someone like you？我凭什么值得拥有像你这么好的人？这个人自卑啊，在他心里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自己配不上你。最后一句是 It is dark without you。 没有你的日子一片黑暗。很明显你对他很重要，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这个人很爱你，很想你，但是又不敢告诉你，不敢来找你。所以如果你还在等他行动的话，那可能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他现在心里就是比较混乱嘛，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来找你。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甜甜蜜蜜的爱情，我们下期再见吧。
Hello， 这里是选择第2组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你和他的缘分到底有多深。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对应一下你们双方的信息。如果以下的信息能够跟你有所对应的话，那这就是你们的选组，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说一点都对应不到的话，那大家可以退出去重新做一个选择。首先，你和他的星盘里面有摩羯座、天蝎座、射手座、金牛座还有处女座的信息。那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你和他的性格上面具有认真坚毅的特点，但可能又有点完美主义啊。然后呢，领导力强，可能在学习或者是工作当中会担任领导的职位，善于管理团队，自信，言行一致，坚守原则，讨厌虚伪和欺骗。然后内心世界是比较丰富又比较复杂的，难以被别人看透。对于权力、物质、情感都有着比较强烈的渴望，可能是一个工作狂啊。那在感情问题上的话，看到有人会在感情当中犹豫不决，缺乏安全感，需要看到对方持续的付出，持续的证明他的爱意之后呢，才敢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权杖国王的信息指向一方呢，在感情当中可能会比较积极主动，勇敢的表达爱意。另外这个牌也代表着在感情当中可能有人会带有大男子主义的倾向啊，不仅仅是指男生，女生也有可能就是有这种控制欲、占有欲。但是这个人还是比较注重家庭的，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愿意为对方遮风挡雨，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对方依赖他。权杖国王在爱情里面喜欢被崇拜、被需要，喜欢享受被人依赖的感觉，这个会让他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有存在感的。另外呢，看到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人不愿意示弱啊，不擅长示弱，嘴硬得很，但是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平时也不轻易说我想你、我爱你、我需要你这样的话，就哪怕心里再在乎，再放不下，可能表面上也会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很强大，我不在乎。然后这个权杖国王就有点像霸道总裁啊，他的关心不是用言语的，而是用行动。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行动可能还是会从他的角度出发吧，可能不太会意识到你的需要，比如说买礼物，就有可能他买不到你的心巴上。然后呢，权杖国王也会比较自我啊，就是下意识的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可能会习惯性的想要控制这个感情的发展节奏。然后这个恶魔这张牌呢，是你们这个信息里面比较危险的一张牌啊，欲望、执念，甚至是表示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你们两个人很可能不是那种清淡的寡淡的关系啊，是非常具有吸引力、致命的吸引力，身体、灵魂的吸引，欲望、占有的纠缠。恶魔牌将爱情与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会追求肉体和情感上的极致的体验，享受激情的浪漫的爱情。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未来情感发展走向如何。看到会有一次无法避免的直接的冲突，打破你们两个人表面的和平。宝剑骑士呢，是风元素能量极致的体现，性格直率冲动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雷厉风行，不拐弯抹角。那这张牌就预示着你们一定会有一次无法避免的直接的冲突这或许就是你们关系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啊。这种冲突它不是那种冷战式的消耗，而是直面问题的爆发。不论是直接表白，还是说将问题暴露出来，沟通交流，甚至是争吵，又不管是哪种形式吧，这次的冲突都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宝剑骑士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打破你们两个人这种表面的和平，把问题都摆到台面上来，让你们真正的看清楚这段关系的真相也能够
在这种爆发之后呢，做出真实的正确的选择。就是哪怕这个冲突是让你们暂时分开的啊，那也是长痛不如短痛，不要再继续陷在这种虚假的和平里面持续不断的相互消耗了。后面这个太阳的逆位，一方面是表示会有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但是可能又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开心快乐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逆位嘛，就是它原本的那种积极正向的能量会被削弱掉一部分。可能你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就会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完美，你每天都在幻想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发生哪些甜甜蜜蜜的事情多么的幸福浪漫。但是等到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才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个人身上也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容忍的缺点，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快乐，那么的幸福。那另外呢，这个太阳的逆位有可能就是另一种方向了，就是直接是能量的倒转，快乐被遮挡，希望在下降。那这个的话就可能是指向一个旧人啊，这说明你们曾经是快乐的，但现在呢，这个快乐或许已经消耗殆尽了，内心已经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失望了，而且这种失望不是突然出现的，是长期消耗的结果。一次一次的付出得不到回应，一次一次的沟通失败，在长此以往的消耗当中呢，就会有一种快乐不在的无力感。后面的这个死神的逆位代表着拒绝结束，又或者是拒绝开始。就你们或许知道这段感情需要改变你们也或许知道我现在应该行动了，我要开始表白了，又或者是你们知道这个人可能也不值得你们投入太多的感情，就是你们知道要做出一些事情，但是呢你们拒绝行动。如果是你暗恋一个人的话，那你们可能知道我现在就需要表白又或者是说你们知道这个人他可能不喜欢你，就你们其实心里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就是不愿意做，不愿意迈出那一步，不愿意尝试，不愿意做出真正的改变。就让这段关系呢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当中。但是没有关系，不用着急，你做不出来的决定，你下不了的这个狠心，宇宙会帮你的。因为看到后面就是一个宝剑2的逆位，宝剑2正位的时候就代表逃避回避，不愿意面对真相。那逆位的宝剑2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已经来到了避不可避的时候，真相会主动的浮现到你的面前，你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再也无法回避自己的内心，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要直面问题，做出选择，做出行动。但是大概率你跟这个人关系的转变是向着一个不太好的方向发展的。咱们实话实说，因为最后是落在了这个星币7的逆位上面，意味着停止等待，收回投入。就是你们可能终于最后意识到这段感情当中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付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星币7的逆位出现是会让你们放下这份期待的，就是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付出了太多的时间、精力、情绪甚至是金钱，你所付出的一切要远远的多于你收到的回报。那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可能一时之间呢还不太好改变，你们可能也跟对方多次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拖到最后，宇宙会安排一些事情，一些冲突突然爆发的事件，帮助你们去收回自己的这个投入，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身上，关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社交、自己的情绪，重新去规划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他，你的生活依然可以过得很精彩。所以第2组的小伙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没有走向一个圆满的童话故事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定就是一段糟糕的感情。很多感情可能到头来的结局都是不好的，都是分开，但是只要它过程美好，它能够给到你积极的正向的幸福美好的体验，能够帮助你成长，那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段经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跟这个人的缘分有多深第一张是
express your love. Go ahead and make the romantic gesture. 表达你的爱意。那另一个就是 this could be the one. You have already met the romantic partner you seek. 把它挡一下吧。这个人是宇宙特意安排给你的一个人，你和他的缘分不是浅浅的露水情缘，而是有很深的羁绊在的。他的出现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就像唐僧取经一定要经过998难嘛，他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至关重要的某一个劫难。宇宙安排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也是用心良苦，别有深意的。或许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自己在爱情里面的一些盲区比如说太容易委屈自己啊，讨好型人格容易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又或者是说在感情当中会比较自卑，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想法。因为看到有 express your love 嘛，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表达自己的爱你们的情感表达是被严重的压抑了的，可能因为害怕拒绝，害怕受伤就不敢表白或者是因为对方太过于强势所以你就不愿意跟对方产生冲突。这种压抑的心呢，是你们两个人这段缘分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如果两个人都能够更勇敢一点，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许你们的关系就会是另外的一个发展了。所以说，如果你跟这个人非常想要在一起，非常想要建立长久的关系的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表达自己的爱，坦诚的沟通，喜欢他爱他就一定要大胆的大声的说出来，不要一直让对方去猜你到底爱不爱他，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误会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这个是宇宙专门安排的一个人的话，那你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对你而言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Honesty 诚实，对自己诚实，不要再自我欺骗。那宇宙就是想用这段关系来告诉你们，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感情当中，对自己的诚实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你不需要用爱来合理化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也不需要用付出、用等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是要勇敢的去承认自己的不开心，自己的需求，以及说，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只有当你们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出内耗，转向属于自己的幸福。那还有一个是 perseverance 毅力I know that I can do whatever I set my mind to。 只要你下定决心，你就能够做到任何的事情。你们远远比你自己想象中的要强大，所以第一组可能确确实实感情当中或生活当中有点自卑或者是不太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就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那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你们有能力承受失去的痛苦，有能力走出一段消耗的关系，同时呢，也有能力去吸引一段美好的爱情，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这些只要你想，你一定都能够做到。而你们两个人这段关系的本质呢，可能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强大，让你们明白，你的幸福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你想要的美好生活靠自己就能得来，你只要想有，就一定可以得到。这段关系无论最终发展如何，结局如何，它都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独立自信。这个或许就是宇宙安排这个人来到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意义。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他现在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话。I cannot express myself， 我不能表达自己。那这个跟这两张牌 express your love 是一样的，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存在这种沟通的问题，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无法坦诚的沟通。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阻碍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你很想挽回你们这段关系的话，那一定要坦诚的沟通。就不管你还是他，
两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爱意表达出来。后面是一个 You have triggered me， 你惹到我了。他说你惹到我了，因为看不到对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嘛，那可能是一种生气的情绪啊。你惹到我了你的一些行为语言让我感到不舒服。那还有可能就是有点遗憾就是你招惹我了，你惹到我了，你触发了我，你打开了我的心门，走进了我的世界，但是你又离开了。你的来和去让他感到无措、彷徨、不安，所以可能才会用这样强势的语气来掩饰自己的恐惧掩饰自己即将要失去你的恐惧。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霸道总裁式的，很好，你惹到我了，你成功的吸引到了我的注意。那最后还有一句是什么？ I feel lonely， 我感到孤独。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吧，生活当中习惯性的掩饰自己的孤独，但是他还是会有脆弱难过的时候，只是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只能默默地藏在心中。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甜蜜美好的爱情，我们下期再见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选择第三组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你和他的缘分到底有多深。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的对应一下你们双方的信息。如果以下信息能够跟你有所对应的话，那就是你们的选组，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说一点信息都没有对应到的话，那大家可以退出去重新做一个选择。首先两个人的星盘当中，巨蟹座、摩羯座、金牛座、双鱼、双子还有白羊座的信息。那圣杯往后呢，就表示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方或者是双方的感情比较单纯，感情经历比较少，有人现阶段或许还蛮期待谈恋爱的，对感情呢也有很多的幻想。那这张牌也可能是指向生活当中有人会比较感性容易感动，容易共情，爱哭看到电视剧、电影，甚至看个短视频你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圣杯二的逆位表示你们当中有人是那种很认真很严谨的人，做事情非常的较真所以有时候容易钻牛角尖。然后呢，现阶段可能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办法很好的平衡到工作和生活，最近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解决，感觉有点分身乏术，心力交瘁。那在感情当中呢，比较注重安全感和稳定性，可能会有一些硬性的指标比如说对方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工作、家庭环境等等。那后面这个星币往后呢，也是说你们当中就是有人是一个脚踏实地、有规划、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的这样的类型另外呢，对金钱有很敏锐的嗅觉，善于理财，善于存钱又或者是可能从事财务、会计、投资、金融这样的领域，或者是在企业当中负责一些资源的管理与协调的工作。然后你们呢，就有这种长期主义者的特质不追求短期爆发式的利益的增长，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规划和目标。可能目前呢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司里面上班。那在感情当中呢，也比较向往长久的感情，相信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非常重视承诺，也向往走进婚姻的这种长期的关系。那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未来的感情走向如何从牌面看的话，你们两个人大概率是已经认识，甚至是深度交往过一段关系了。你们两个人的发展不是一段纠缠不清，或者是不是一个能够破镜重圆的关系看到就是你慢慢走向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权杖往后，你会重新回到自己人生的中心，找回自信与光芒。
权杖王后就是独立自信，掌控自己人生的代表性人物嘛。所以从这张牌从情感发展的方向来看的话，你跟这个人大概率已经分手了，这个人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你错过的机会无望的单恋。因为我们上来第一张牌就是一张专注于自我发展的牌，所以大概率你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面已经意味着结束了。而且后面还是一张宝剑十的逆位，宝剑十就代表着痛苦、伤害和结束，那这张逆位就代表着痛苦可能还尚未结束，但是已经开始恢复了。这张牌就非常真实的描绘出你们从这段关系当中逐步复原的过程。这段关系确实让你很受伤啊，那些煎熬的等待，被忽视的委屈，不被呼应的感情，可能每一把都像是小刀子一样扎在你的心里。你们或许也在深夜里面崩溃大哭过，也有反复的看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但是这张牌出现了，就说明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们正在慢慢的复原，你正在慢慢的变成权杖王后这样的人，从这段感情当中恢复过来，重新恢复你的自信、阳光、开朗的样子。然后后面是一个权杖五的逆位，这个也代表着你们自身能量的一个转变。正位的权杖五代表着冲突、争吵、竞争、争输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逆位就意味着冲突减少，不再争输赢，主动的退出消耗，退出竞争。这张牌就预示着你们将会彻底的放下对于这段感情的执念，不再拼命的去争取对方的一个回应。特别是如果你跟你们两个人之前经常吵架的话，那可能最后你就懒得跟他再吵架了，因为你到最后会发现你跟他争吵和解释都是徒劳的，说的再多也没有用，没有办法解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最后也就不愿意再跟他多浪费口舌了。还有可能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当中如果有三人行的情况，就是有竞争者，有人故意破坏的话，那这张牌也是预示着你会主动的退出啊。或许等你退出了这段无谓的争吵竞争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可能之前你对于爱的看法，你对于爱的执念并不正确。如果爱需要不断的争取，不断的付出，那可能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真正的爱应该是轻松的、自在的、双向奔赴的，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硬撑啊。所以看上去你们会主动的停止消耗，不会因为他的忽冷忽热在纠结，也不再为他的不回应而感到内耗，思前想后、翻来覆去的想很多，也不再想过多的去证明自己、解释自己。那后面这个星币十则是一张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牌，你们放下了对爱的执念，却获得了更加稳固完整的人生。就算这一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没有结果，你在其他方面仍然可以大放光彩，工作顺利，事业有成，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家庭幸福，朋友陪伴。星币十就意味着人生的圆满嘛，特别是事业、物质、财富上面的成功。所以第三组的小伙伴，你们可能就是情场失意，但是职场得意。所以不要把这段感情当成是你生活中、人生当中的全部，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可能性。不要因为一棵大树就放弃整个森林，也不要因为这个人错过你发大财的机会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总是能够随心所欲的，难免会有失望的时候，特别是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更是难以琢磨。那后面这张圣杯五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执着于自己失去的东西，要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说给予你关怀的亲友们，他们都是你身边非常非常珍贵的财富。另外呢，经历了一段情感上的迷茫低谷之后呢，大家也不要忘记重拾希望，继续热切的生活下去，你的美好人生可能真的才刚刚开始而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到底有多深啊。第一张是 Stay optimistic about your love life，
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保持乐观。Positive thinking and faith will bring you romance. 积极的想法将会给你带来浪漫的爱情。那这个就表示你跟这个人这段关系不是你爱情的重点，你们还大有机会，大有可为。所以不要因为这段关系而遗憾，也不要因为这段关系就失去对爱的信心。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人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自己不值得被爱。这段关系的出现，这个人的出现呢，只是你爱情路上的一个小小的坎坷，小小的经历而已，不是最终的归宿。你们一定会遇到更合适自己的人，遇到一段双向奔赴的轻松快乐的爱情。所以还是要对爱保持信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属于你的浪漫和幸福还在后面等着你们呢。那第二个看看是 She quitted love， 单恋，不对等的关系。There is not enough attraction or chemistry to keep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化学反应，保持这段关系能够继续走下去。这张牌就说明两个人的缘分可能确确实实也就到此为止了。情深缘浅，所以注定错过。很残酷很残忍啊，但我也是实话实说嘛，不给大家画饼。你们两个人对于感情的投入程度不一样，又或者是两个人确实不合适，现实层面、心理层面，对爱情的规划看法，总之很多地方都不相同，很难打，而且很难达成共识。你也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你。而且感觉你们两个人就算很爱很爱对方，想要为这段关系努力，可能都努力不到一个地方去。方向不一致，反而越努力，你们两个人离得就会越远。就不是说谁对谁错吧，你们两个人就像是同一条路上却往不同方向走的两个人，一开始离得很近，但是到最后就越走越远，感觉还是两个人的缘分没有那么的深吧，所以就注定是要错过的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啊？有怎样的意义？ Regret， 遗憾。I know that I cannot change the past， 我知道我无法改变过去。那这段感情带给你的第一个成长课题就是学会接纳过去的遗憾，不再反复的内耗。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无论你再怎么纠结怎么后悔都是无法改变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遗憾，那如果我们一直深陷在这些遗憾当中呢，就会让你错过很多当下的快乐。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的感情是完美的。重要的也不是说回到过去改变过去，而是从过去的遗憾当中学到东西。你跟他的这段关系当中，你肯定是能够有所收获的。比如说及时退出，将生活的重心放到自我发展上面，这些成长比起纠结过去的种种要更有意义。那再还有一个是 Patience， 耐心。 I accept that everything happens in that order，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想当然的觉得你们两个人这段关系是失败的，你觉得这个就是不好的安排。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好的感情，他只是来得太早或太晚，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缘分太浅。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深情付出，这个人他或许还没有能力承受得住，你想要的稳定和未来，现在的他可能还给不了你。这不是谁的错，只是说时间不对，人不对。通过这段关系，感觉你们会学会放下对于爱情的执念，特别是那些非常非常想要谈恋爱，急着想要谈恋爱的人，觉得时间来不及了，我已经上年纪了，我要是再不恋爱，再不结婚就完蛋了。对于这种很着急的人来说的话，那这段关系的发生其实对你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它会让你放慢脚步，放平心态，不再那么着急，那么焦虑啊。可能通过这段关系之后呢，你们就会明白，一切的一切都有属于他的时间，你们也就不会再去着急的去寻找下一段感情，
而是会将重点呢放到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从容、更强大。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现在有什么想要对你说的话。I do not know who I am anymore. 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人目前状态可能比较混乱啊，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能给到你什么东西。可能来自于生活上的变动、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现实上的种种选择，都让他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啊。这个人目前处在一个自我认同的混乱的时期，这种状态之下，他没有精力去思考感情，也没有精力去回应你的期待。那也可能这句话是这个人在给自己找借口啊，用这种示弱的态度来逃避责任，就说哎呀，我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呢，我现在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呢，我怎么能照顾好你，怎么能给到你承诺呢？那再看一下第二句，第二句是 I wish I could understand you. 我希望我能够理解你。这句话首先就指明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误解有这种观念不一致的地方存在的，而且呢，这种不一致还很难达成一致。这个人说他希望理解你，就说明他现在不理解你，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深度，没有办法理解你喜欢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无论他说这句话到底是真的想要理解你，想要回应你，想要跟上你的节奏，还是说他觉得无能为力是一种摆烂的这种态度啊。总之这句话就透露出你跟他确实不一样。同时这个话里面可能也藏着他的愧疚，藏着他的遗憾吧。那最后还有一句是 You were right. 你是正确的，你是对的。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吧，但是他承认你是对的。但是或许你们对于这个对错，对于输赢已经没有那么的在意了。第三组小伙伴很遗憾啊，就是残酷的告诉你们，你们跟这个人情深缘浅。这个人注定是你爱情路上的一个路过的风景，不是最终的归宿。但是还是要对自己的爱情保持乐观的态度啊，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目前的你们就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你们就去搞事业搞钱，你们有很大的发财的机会啊，赚大钱发大财的机会或许就在等待着你们。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三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轻松愉快的爱情。那我们下期再见吧。